想过，我们所熟悉的宇宙，是否真的已经被完全理解了呢？电磁力、强力、弱力，它们早已被量子物理精确描述，唯独引力依旧像谜一般，站在量子世界的大门之外。现在，一项来自芬兰的崭新理论，或许正悄然改写这一切。它不仅重塑了我们对引力的理解，更可能是通往万物理论的关键一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旅程，穿越八维空间，破解起点之谜，看重力如何可能真正量子化。是的，您没听错，科学界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可能终于迎来了突破性的曙光。这是一个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的追求，科学家们日以继夜的工作，不只是为了解答课本上的难题，而是为了构建一幅完整、统一的自然法则图景，一个能把所有基本力统一进同一个理论框架的终极答案。这并不是空想，而是一种被称为大统一理论的梦想，一个美丽而简洁的数学公式，能够从微观的粒子碰撞到宇宙的膨胀速度，通通解释得清清楚楚，就像万花筒中的每一片玻璃，都正好拼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这三种自然力，控制光、原子核内部以及放射性衰变，已经成功地纳入了量子物理的大家庭。它们遵循的是一个被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系统，这套系统几十年来一直是粒子物理的黄金法则。可偏偏重力像个桀骜不驯的异类，它宁愿站在角落里，也不愿加入这场物理学的团聚。引力就像是一位说着另一种语言的亲戚，不论你如何努力翻译，它始终无法完全理解量子世界的规则，概率叠加、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这些它全都不买账。但现在，一项出自芬兰阿尔托大学的开创性理论，或许正悄悄改写这段历史。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丁或修修补补，而是一次从根本出发、直击核心的全新构想。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从数学上自洽、结构严密的方案，有可能把顽固的重力拉进量子的轨道。这不仅是一项理论突破，更可能是我们理解宇宙运行规则的一次质的飞跃。接下来，我们将带您穿越科学的前沿地带，我们会拆解引力为何如此难缠，分析这个全新理论到底讲了些什么，还有它为什么可能是那把久寻未得的钥匙，能打开宇宙终极奥秘之门。就像电脑里有 Windows 和 Mac 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一样，现代物理其实也运行在两套互不兼容的操作系统上，一个是描述大尺度宇宙的相对论，另一个是主宰微观粒子世界的量子力学。一边是广义相对论，这部由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的划时代理论，它告诉我们，重力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力，而是一种几何现象。当物体有质量，就会让周围的时空像橡胶床单一样凹陷，其他物体就会沿着弯曲路径滑动，这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引力。可以说，这是物理学史上的几何诗篇，从牛顿时代的落苹果，到人类探测到的引力波，再到围绕银河系核心旋转的黑洞，它都能一一解释，毫无违和。而另一边则是更诡异、更难以直觉理解的量子力学，它是我们窥探原子内部、揭示基本粒子行为的放大镜，也是现代科技背后的一整套运行机制。在这个世界里，一粒电子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粒子可能在你观测它前，既在也不在某个位置，一切都像是一场永不停歇的量子赌博。这套理论虽然看似疯狂，却奇迹般的准确，它让我们理解了化学键如何形成，放射性如何衰变，甚至解释了星辰如何燃烧，宇宙如何演化。然而，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这两套理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就像两个天才，
各自擅长自己的领域，却始终无法坐下来对话。他们的数学结构、基本假设，甚至对现实的定义都完全不同。简单来说，相对论像是用优美连贯的句子讲述宇宙的宏观故事，而量子力学则用碎片化、跳跃性的语言描述微观现象。他们根本不讲同一种语法。一旦科学家试图把量子的规则强行套用到重力上，尤其是在宇宙诞生那一瞬间，或在黑洞核心这样极端密度的地方，原本井然有序的数学推理就会像打翻的拼图一样失控，公式不再收敛，结论变得荒谬。方程中频繁蹦出无穷大这个令人头痛的结果，比如空间的曲率变成无限，能量密度变成无限，而我们知道，真实世界是不会出现这种无限值的。这种数学上的爆炸，意味着模型本身失效了。爱因斯坦用弯曲光滑的时空曲面描绘引力，而量子粒子却像是永远在随机跳跃、不断翻转的骰子，它们的运动轨迹是断断续续的、不连续的，几乎像是在反抗经典物理的美学。在其他力的量子理论中，物理学家发展出一种名为重症化的技巧，可以巧妙地把那些无穷大变得可控、可计算。但当我们试图用同样的办法处理引力，这个技巧就完全失灵，像钥匙插错了锁，怎么转也打不开。正因为这样，重力被拒之门外，始终无法加入描述其他三种力的标准模型大家庭中。尽管这个模型已无比成功地预言了希格斯玻色子等粒子的存在，它却对重力闭口不谈，留下一个巨大的空白。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相对论解释星系如何旋转、黑洞如何吞噬物质，也可以用量子力学解释原子内部粒子的运动与相互作用，但我们没法在一个统一的逻辑体系中同时解释这两者。就像一个宇宙有两个版本的说明书，而我们却缺少那一本总纲。因此，一旦我们想深入了解那些最根本的问题，宇宙从何而来的呢？空间和时间是如何从虚无中诞生的呢？黑洞中心是否真的是一个点吗？我们便会发现，当前的物理理论就像手电筒一样，照不到那个角落，留下一片无法逾越的理论黑暗。而就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中，芬兰科学家帕塔宁与托尔克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构想。他们不是试图在旧系统中修修补补，而是从根本上重构了问题的设定，为引力量子化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数学通路。与其说他们加上去一个重力，不如说他们搬了个家，将引力重新嵌入一个叫做规范理论的数学框架中。这是目前描述电磁力、强力和弱力的共同语言。他们提出，也许问题不在于引力难搞，而是我们以前的方法根本错了。听上去已经很前卫了，是吧？但更惊人的是，他们的方案不只局限于我们熟悉的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而是扩展到了一个包含8个维度的数学结构。这8维空间并不是科幻小说里的穿越世界，而是严谨数学下的一种抽象空间，用来容纳更复杂的对称性和物理规律。在这个8维结构中，他们引入了一种叫做旋量 spina 的特殊数学对象。这些旋量不像向量那样直观，它们是描述粒子自旋行为的工具，是量子世界中最基本的几何单位之一。通过引入8个旋量，它们为引力与其他基本力建立起了对称桥梁。换句话说，这些旋量并非只是孤立存在，而是在8维空间中通过复杂而严密的规则进行相互作用，最终构建出一种高度对称、与标准模型相呼应的几何结构。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对称性是现代物理学中最根本的原则之一。说到底，物理学追求的是对称性，是规律背后的统一之美。从电荷守恒到能量守恒，对称性决定了宇宙运作的节奏与秩序。
而在帕塔宁和托尔克的理论中，这种对称性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被更高维度的数学结构所增强。这就是他们方案最令人兴奋的地方，他们没有推翻当前的物理学，而是在其基础上延展出一种新的解释方式，让引力也像电磁力那样被纳入同一个对称与量子的体系中。这种兼容性让人看到了同一场理论真正实现的可能。当然，在八维空间中构建一整套理论，听上去令人惊叹，但要真正让它落地，就必须将这种高度抽象的数学结构与我们熟悉的四维现实，也就是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建立明确联系。为此，研究团队引入了一种称为时空维度场的数学机制，这就像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的一座翻译桥梁。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高级转换器，专门将八维空间中的旋量和对称性转化为四维时空中粒子合力的表现形式。这样一来，尽管理论的根基存在于我们无法直观感知的维度中，它仍然能够与我们在实验室和天文观测中得到的物理定律相吻合，不脱离现实。而最令人兴奋的，或许也最具潜力的部分是，这个理论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游戏，它有可能解决物理学中一个最顽固、最头疼的问题。过去阻碍所有量子引力尝试的一道死亡墙就是无穷大，而帕塔宁和托尔克的八维结构成功跨越了它。在他们的框架中，无穷大不再是无法回避的结局，而是可以被优雅地规避的陷阱。他们采用了在量子电动力学中被验证有效的重整化方法，这是一种巧妙的数学技巧，用来消除理论中出现的无限结果。此前，类似的尝试在引力面前纷纷失败，但在这个新框架下，它第一次奏效了。那意味着，这套理论有可能经受住更深层次的检验。目前的初步计算显示，在一阶近4下，也就是最基础的运算层面上，重整化是可行的。下一步的挑战是测试它在更高阶的复杂性下是否依然稳定。这就像你建了座大桥，第一根钢梁能撑住重量，现在要看看整个桥架起来后是否经得起风浪。如果他们的理论在进一步测试中站得住脚，那将意味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重力这个曾经无法用量子语言描述的例外，也许终于能像电磁力或核力一样，被纳入我们熟悉的计算框架中，用相同的工具、相似的数学模型，在同一个理论平台上进行处理。无需再把问题扫到地毯下，不再需要回避那些难以处理的数学起点。这一次，我们可能真正找到了把地毯掀起来、整齐清扫的办法。重力不再是那个被特殊照顾的力，不再需要单独的理论去解释它的行为，它现在可以平等地坐在其他3种力的会议桌前，参与自然法则的统一讨论。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这项突破不是靠彻底推翻我们已有的物理理论实现的，而是通过把引力翻译成我们已经理解并信任的语言，规范理论，让它顺利融入一个早已存在的结构体系中。这是一种继承而非革命，是一次由内部延伸出的自然统一。当然，复杂的数学本身令人钦佩，但它真正让人热血沸腾的是它所开启的全新理解路径，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些原本神秘、模糊甚至看似无解的宇宙谜题。比如说黑洞，这个在宇宙中既神秘又令人敬畏的现象，也许正是这个新理论的试金石之一。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一颗恒星坍缩形成黑洞后，其核心会塌缩成一个密度无穷、体积极小的起点，在那一点上，所有已知的物理法则都不再适用，它是理论的尽头，是我们认知的黑洞深渊。然而，如果我们能用量子语言成功地描述引力，
就有可能避免这个无限的结局。也许起点并非真的存在，而是我们理论的局限所致。更激动人心的是，这个理论可能为解决霍金提出的信息悖论带来曙光。按照量子力学的原则，信息永不消失，而黑洞蒸发后，信息却似乎凭空消失。这个新模型提供了一种可能，让我们可以在保留信息的同时，避免掉进无穷大的陷阱，从而实现黑洞行为的完整而量子化的建模。当然，还有另一个终极难题：宇宙的起源、大爆炸，这个我们所处现实的零点。在宇宙诞生的那一瞬间，粒子之间的距离比原子核还小，引力与量子现象同时登场，它们的交互决定了此后整个宇宙的命运。但在没有一个统一理论的情况下，我们对那一刻所能做的，只是进行数学上的猜测和物理上的推演，真正的机制仍处于谜团之中。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功地将量子力与引力融合，它就有可能提供一种工具，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细致度回看宇宙诞生的瞬间，甚至有可能揭示为什么时间会流动，宇宙为何膨胀，以及我们所说的空间是如何出现的。要真正看清这个八维新理论的地位和潜力，我们有必要把它放进当今物理学的整体版图中比较一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是另一种热门的量子引力理论——圈量子引力，简称 LQG。LQG 的基本想法非常独特，它并不把空间看作一个连续光滑的背景，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由最小单位组成的量子网格，像是用细线编织出来的宇宙织布。时间和空间都是由这些最小环状结构组成的。LQG 也有许多值得称赞之处，它在数学上高度自洽，还能自然地回避起点问题，比如在模拟黑洞或大爆炸时不会出现无穷大。然而它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板，它很难与标准模型兼容，也就是说，它与描述已知粒子合力的主流理论之间存在鸿沟。尽管 LQG 在构造时空方面做得不错，但它在把电磁力、弱力、强力等也纳入同一个框架时就举步维艰。这种脱节让它难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场理论。而阿尔托大学团队的方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展现出独特优势。它没有从头设计一套全新系统，而是立足于我们已经验证过的物理基础之上，延展出一条新的理解路径。简而言之，这不是一次彻底革命，而是一次兼容式的升级。他们没有试图拆掉旧楼重建，而是把已有的粒子物理架构，包括标准模型的对称性和规范组，作为地基，在其之上建立一个可以容纳引力的新楼层。最吸引人的一点就在这里，它并不依赖于假想的新粒子，也不强行重塑整个宇宙结构，而是用一种已有语言的扩展，把引力拉入大统一方程中。这是一种保守中的创新，是尊重现实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理论建立在现有的可检验理论之上，它本身也具备了一个科学理论最珍贵的特性——可证伪性。这不是一个只能在数学里自娱自乐的模型，它有能力参与真正的实验验证。例如，在未来的大型粒子对撞机中，我们或许能看到某些粒子行为中细微的偏差，那些偏差如果符合该理论的预言，就将是对它的强力支持。同样的，天文观测中某些极早期宇宙信号的微小特征，也可能成为它正确与否的直接证据。这个理论的潜力甚至可能延伸到另一个未解之谜：为何我们的宇宙充满了物质，而几乎看不到反物质呢？这可是物理学中悬而未解的一道大题，直接关系到我们为何存在。按照物理理论，宇宙诞生之初应当是物质与反物质对等生成的，然而今天我们所见几乎全是物质，反物质踪迹极少。
这种不对称，目前仍缺乏令人信服的物理机制来解释。帕塔宁与托尔克的理论，正因为它深植于对称性和规范组的结构中，也许能够揭示一种深层次的对称性破缺机制，也就是某种方式让宇宙在早期选择了物质多于反物质的走向，才造就了如今星系林立、生命繁衍的宇宙景观。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理论必须成立，数学必须自洽，预测必须符合实证。现在的阶段还是刚刚迈出第一步，理论已经被提出，但验证之路才刚刚开启。研究者们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模型尚在成长中，尚未成熟，它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验证，很多细节需要填补。尤其是在更高阶的重整化运算中，他们必须确认这个数学结构不会突然崩塌，出现意料之外的逻辑矛盾。此外，他们还需要与实验物理学家紧密合作，提出具体可测量的观察特征，以便未来通过实验加以验证。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一个问题的解答，更是对整个科学界的一次邀请，邀请大家一起审视它、质疑它、改进它，或许最终见证一次理论的升华。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物理学的范式转变，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波尔到费曼，几乎都是从一个还不完整的理论开始。他们曾被质疑、被挑战，但也因此经受住了考验，最终改变了世界。现在，帕塔宁和托尔克的理论也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图景：在这个宇宙中，所有基本力都遵循统一的法则，引力不再是被孤立在外的特例，而是和其他力一道，共同参与宇宙运作的宏大协奏曲。在那量子化的舞台上，引力终于登场。在浩瀚宇宙的幕布背后，我们一直在寻找那套统一的剧本，一套能同时讲清引力与量子世界故事的语言。几十年的探索，像一次次试图拼合碎裂拼图的尝试，终于在帕塔宁和托尔克的理论中，我们看见了一种可能的拼合方式。这不仅是关于引力的故事，更是关于人类理解力边界的拓展。一个曾被视为无法统一的自然力量，如今被重新写进了数学的诗篇之中。当然，距离真正的证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科学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它允许我们梦想一个更整全的宇宙，一个不再割裂的现实。也许有一天，我们不只是仰望星空，而是彻底读懂它的语言。